警报！警报！位面异变，恋爱程序崩溃，猎杀模式激活，好感度更变为异常值，副本内死亡及全域抹杀。欢迎来到蚀骨邀约副本，初始好感度55，建议立即执行降好策略，否则死亡。5位目标已全部激活，警告：副本不可控程度72%。穿越到乙女游戏了，好感度55开局，但是要降好感，好感满了就死亡，什么鬼？林之夏同学，我讲到回避型依恋的4种行为模式，你认为拒绝回应他人的关注属于哪一种？加好感，顺从就是送死。老师，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。这乙游福利真不错啊，但还是小命要紧。那第二个问题，回避型依恋的第3种模式，用拒绝制造距离。林之夏，你在躲什么？老师，你离学生的距离是回避型依恋的研究对象，还是反疫情的案例？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沈清词执念值60，反向波动已触发兴趣阈值。什么意思？执念值触发兴趣？算了，总比好感度高死了强。什么破游戏，让人当唐僧呢？第一个不按模型走的样子。啊！没给路上让路！站住！松手！第二个攻略目标还有3个，没事，乙姐这10年乙游老手，降低好感度不轻轻松松。都来，我看看倒是耍什么花招。新来的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松手！我去，好帅啊！这个是校霸类型的，怪不得是乙游，质量就是高。不对，保命重要。不知道另外3个攻略目标帅不帅？希望不要太帅，不想当唐僧。天啊，真是老鼠进了米缸。不是系统错误。148号，欢迎你。5个攻略目标，我得时刻谨记，这不是恋爱游戏，是围猎场。要命的来了，一个要我3点去，一个要我中午去，你们商量好的？这不是游戏。林之夏同学，你认为人在被持续关注的情况下会产生情感依赖吗？老师，你研究的是心理控制，我学的是防御。有意思，防御什么？这支笔是我博士毕业时导师送的，全世界只有3支，今天送给你，作为你昨天那个反问的奖励。老师，我来这里是学心理学的，不是收集限量文具的。不信。好。坐。有事。我给你发微信，你没回。陌生号码不回。你再说一遍。陌生号码不回。我让3个人去查你，你连一个收到都不愿意回。你让3个人查我，所以我要回你微信，这是什么逻辑？逻辑就是，整个学院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那现在有了。查完了吗？住323，心理学系大一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。没有靠山还敢这么横？你吃，我看着。随便看，别出声。上一个穿越者或许是条线索。程小菊曾经进过他的实验室，拿到了最佳实验助手。请进。你很准时，请坐。你昨天说下课来办公室一趟，今天改实验室。我看了你的入学心理评估，回避指数8.2，防御指数9.1，新生第1。我的课题需要一个高防御型受试者。什么课题？抗拒型人格在持续正向刺激下的依恋模式。简单说，我想知道一个人需要多少被关心，才会放弃拒绝。带上它，数据会实时传输，作为交换，这可以抵学分。如果我拒绝呢？你不会拒绝。根据你的选课表，这学期你缺3个学分，没有我的实验课，你会挂科。学分我自己想办法，手环暂时不了。3年前有个叫程小菊的学生，他和你很像，也不喜欢戴手环。后来他戴了，再后来他成了我的最佳实验助手。现在在哪？转学了。
苏燕，第5个。校规第32条，任何学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其他学生进行人身限制或社交封锁、记过处分。校规第47条，任何教职员工不得与学生建立超出教学范围的非公开关系，违者戒片。另外，请以下新生开业典礼后到纪律委员会办公室报到。林之夏。傻了，我放你宿舍楼下了，记得拿。林之夏，你在档案系统中出现了2次，去年入学1次，今年入学1次，同一张脸，同一个身份证号，同一份成绩。请问你去年是否已经入学过？没有，我是新生。那这怎么解释？系统植入的，难不成副本木印我是重复入学？系统错误，你应该联系教务处，而不是问我。好，那就走流程。填完这张表，按照校规第10条，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你每天需要来我这里做1次出勤确认。每天持续多久？直到调查结束，通常需要4到6周。跟沈清的实验课一模一样的套路，用规则绑定我。我拒绝签字，你没有证据证明我有问题。那我会根据校规第19条，以拒绝配合调查为由，向教务处申请暂停的选课权限。你研究过我的选课表，知道我这学期已经缺学分了。我研究过你所有事。B， 我收一下。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的规则是专门为我设置的，我会让你亲自删掉它们。他说的对，这些规则确实是专门设置的。你的脚步比昨天乱了，是不是很累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的脚步节奏，你的手指比我的暖，你的心跳节奏和脚步声是同步的 ，BPM 127。你记别人的脚步节奏，这是你的爱好？不是别人，是你，我只记你的。你今天去了纪律委员会，谢林渊的办公室在行政楼3楼，走廊地板是木头的，脚步回音很重。你出来的时候脚步比进去的时候重了。他给你压力了？你跟踪我？没有，你的脚步会告诉我，那个人每次走到门口都会停2秒，他也在记你的脚步。林之夏，请坐。镜子后面是观察室。你很警觉，这很好。心率103。林之夏，你不是来上学的。你的判断依据？依据是你前面的147个人全部有过和你一模一样的初始数据，你是第148个，目前是唯一一个第1周还没涨好感度的。前面147个人现在在哪儿？他们去了一个不需要再做选择的地方。这是我的直线。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聊，不是作为受试者，不是作为样本，只是作为一个人。第148号样本采集完毕。沈清词，数据控制型，用学分绑我；陆时衍，社交封锁型；姜望舒，感知真踪型。等等，让他们执念降下来，副本会塌。沈75路68姜42，谢估计35苏未知总执念至少220，降到250下就会崩溃。所以我要先稳住他们，再找到在不崩溃的前提下破局的方法。这不是逃命，这是拆弹。剪错一根线，所有人都死。什么实验课考勤系统强制要求，不就是监视我？你今天心率比昨天高了12，见了什么人？吃饭、上课、睡觉，跟昨天不对。你昨天中午在食堂遇到了陆时衍，下午去了纪律委员会，傍晚消息。你在监视我？你的手环、心率、皮电位置、环境噪音，这些数据属于实验协议。协议第2条，受试者需如实回答研究者的提问，不回答也属于数据。我的回答是我去哪里见了谁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在实验协议里加100条附加条款也没用，数据库里删掉我的数据。删掉你的数据？你是我研究生涯中唯一一个不符合任何模型的样本，我不会删你，我会重新设计实验。
林同学，陆少在对面的咖啡厅等你，就10分钟。让开！你搞清楚状况，陆少在等你，在星兰，没人敢让陆少等。校规第32条，放学后不得在校门50米内聚集逗留。你们3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林之夏，你以为校规能管得住我啊？冰美式，不加糖。你昨晚发朋友圈说你失眠，我去查了你的咖啡订单记录。陆时言，你查我的宿舍号，查我的订单，查我的课表，下一步是不是要在我的手机上装定位？你猜。跟上去。你看那边公告栏，冠军照片怎么掉色了？什么照片？什么冠军？没有见啊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啊！你谁啊？不是被擦掉了，是被这个世界删除了。先是脸，然后是名字，然后是所有人关于他的记忆。沈，数据控制型；陆，社交封锁型；江，感知追踪型；谢，规则绑定型；苏，未知。前4个人都已经正面接触过了，只有苏燕，我查遍了所有渠道，找不到他的任何公开信息，没有照片，没有论文，没有社交媒体。来了，第5个来了。你最近对程小菊很感兴趣。我在查实验课的历史成绩，有问题吗？程小菊是我3年前最好的受罚者，她的初始数据和你一模一样，防御9.1，回避8.2，情感共鸣1.3。你知道他最后的数据是什么吗？好感度100，执念值归0。好感100，执念归0，这不合理。所以我一直在找第2个程小菊来验证这个模型。警告：副本不可控程度79%。新发现：无谓目标执念值总和越高，副本越稳定。执念值总和低于220时，副本开始崩溃。沈75加陆68加江42加谢加速，总执念至少220，降执念崩溃，长执念加速死亡。这不是逃命，这是拆弹。规则1：好感度100等于消失。规则2：无执念总和小于250等于崩溃。规则3：拒绝执念会长，接受好感会提高。2条路都通向死亡。苏燕告诉他有漏洞，但没告诉他是什么。他在观察，看他能不能自己找到。这不像帮助，更像实验变量。凌晨3点站女生宿舍楼下，沈教授，你觉得这是正常行为吗？不正常，但我没打算做正常人。看到了你笔记本上的五芒星，你在算我们的执念总和，你想找到在不触发崩溃的情况下让所有人放手的方法。你不需要找漏洞，你只需要选一个就不会崩溃。执念总和不需要250，只需要1个人的执念超过95，其他4个就会自动归零。你说的是真的，还是又想给我设套？我说了给你带沙拉，说到做到。陆时言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追我的方式，让全校孤立我，查我消费记录，派人盯我回宿舍，算不算骚扰？骚扰？你知道外面多少人想让我这么骚扰他们吗？那你去找他们，别找我。我就是想让你看我一眼，就一眼。你不看我，我就只能用这些办法。陆时言，一个人要让你用办法才能看他一眼，那不叫喜欢，叫绑架。那你教我。这手叫什么？第148号。你知道我是148号？苏医生给我看过你的数据，他说你可能是最后一个。他还给你看什么？你的心率曲线，你的步频变化，你的睡眠时长，最近3天你都睡不到4个小时。桂圆红枣茶，助睡的，我每天都泡1杯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来。你的数据从哪里拿到的？苏医生的数据库，他说我可以看，只要不告诉别人。苏燕激活方式确认为数据分发，他将你的信息碎片化分发给其他4位目标，他在加速5方围攻。苏燕在分发我的数据，他让5个人同时围上来。之夏姐，你的心率刚才跳到了103，你怕我还是怕苏医生？你的档案调查结果出来了。第1条，去年入学记录确认为系统错误，已由教务处更正。第2条，本学期起你不需要每天来出勤确认了。你主动结案的。我删掉了之前给你设的17条规则，只保留了这1条。你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规则是专门为你设置的，你会让我亲自删掉它们。我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说句话的时候心率是正常的，你没有撒谎，你是真的打算这么做，而我不想等那一天。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你把我的数据分发给沈清慈和江望莹，为什么？你知道这个副本的核心规则吗？5个人的执念必须是平衡的，如果1个人执念过高而其他人过低，他会破坏其他4人。崩溃的结果不是你消失，是所有人一起消失。我在这里被困了113年，试遍了所有方案，全失败了。只有一种策略没有试过，那就是让5个人同时知道真相。所以你把我分给他们看，不是加速围攻，是让他们同时看到同一组据。148号，
你和前147个不一样，你知道我在骗你。你给我的手机装摄像头，也是实验？不是实验，是保险。我需要确认你不会像前147个人一样放弃。前147个人放弃了什么？他们不是被我们杀死的，是自己放弃的。把你的数据分给他们4个，继续分，让他们看到我所有的事。148号，你确实不一样。林凡也说过这4个字。我是陆时野，从今天起，林之夏是我的人，谁帮他，不管是借笔记还是组队，自己看着办。你疯了！陆时义在广播里说了，他的所有痕迹在被逐层擦除，先是脸，然后是名字，然后是别人关于他的记忆，连我笔记本上写的程小菊3个字笔画都在变淡。有人偷了沈清慈的门禁卡，划了他的脸，然后把卡塞进我的房间。昨晚有人进你房间，我在楼下的人看到的，男的，身高跟你那个教授差不多，但不是他。你怎么确定不是他？沈清慈昨晚整夜在实验室，我的人看到他灯亮到凌晨3点。这个人走路方式不一样。陆时言，你在帮我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想别人碰你，谁都不行。昨晚2点03分，你门口有脚步声，步频慢，不是陆时业，不是谢林烟，不是沈清慈。这个人的步频不在我数据里，他不是那4个人之一。星兰每个人的脚步我都认得，但这个人我从来没听过。五郎星本来是6芒星，有一个点被从图纸上抹掉了。苏燕，你是设计者，你一定知道被抹掉的第6个角是谁。M 是谁 ？M 不是一个人，是一把钥匙。副本的设计者不是只有我一个，最初是2个人，他叫林凡，他的权限比我高。他设计了5芒星的平衡系统，然后发现了一个漏洞。什么漏洞？如果5个人的执念同时指向同一个人，副本应该崩溃。但如果5个人的执念他指向彼此，这称会重置，意味着一切清空。他为什么不告诉你？因为他触发了一次重置，他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穿越者找到第6个角，他没有留方法，只留了一个提示，因为方法每个人不一样。苏燕，你困在这里113年，你不想出去？我只想看到有人出去。你今天去过苏燕的办公室，脚步从心理中心出来时，比进去的时候快了11拍。他说副本本来是2个人设计的，另一个叫林凡，在1913年消失了。我知道林凡，我的琴房很久以前是他的办公室。你从来没说过。你没问。这间琴房地砖下面有一块松的，我搬进来第1天就发现了。林凡说的镜子里，可能不是真的镜子，是能同时反射5个人的东西。他在里面多久了？2小时47分钟。他有跟你说过喜欢什么样的人吗？你他妈问我这个？我们2个，一个是研究他的，一个是围堵他的，都不如里面那个弹琴的。他什么都不做，他每天自己去，有意思。他走了，但沙拉还放在门口。你帮我是因为你觉得我的呼吸频率适合当你的灵感来源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？因为我写的第147首曲子叫等，我不确定我在等什么，但你来了以后，我每天写的曲子都有名字了。知夏姐，你会走的吧？像前3个一样。接下来，请新生代表发言。心理学系，林之夏。谢林渊他故意选的我。大家好，我叫林之夏。我想说的不是演讲稿，我想说的是这所学校的每一个人，教授、同学、校医、学生干部，你们所有人围着我转的方式，让我觉得我不是来上学的，是来做实验的。沈教授，你的实验数据不需要一个活人当样本。陆实验，你的撒拉、你的广播、你的人墙不需要我了。姜望舒，你写的曲子很好听，但别再用我的心跳当节拍了。谢林渊，你删了17条规则，谢谢，但你不该替我报名新生发言。我来这里不是来当你们5个人的变量。他刚才说的是你们5个人，他知道是5个。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，我他妈就是习惯被吹捧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现在一个人走了，谁都没有去追。你说我们到底是在保护他，还是在囚禁他？5个拒绝，他们反而更来劲儿了。这不是破局方向，是死循环。第148号，拒绝所有目标，本副本历史上首次出现。推测他不是来攻略的，他是来拆副本的。林同学，这个是给你的。谢谢你，但我现在不适合交朋友，对你也没好处。离他远点儿。
你不看校内论坛吗？靠近他的人都出事。我怎么在这里？你昨晚说要去图书馆查资料，后来就没回来。图书馆，我不记得了。是江望舒，他没有伤害这个人，他删掉了他想认识我的那段记忆。今天早上操场那个男生，是你？他不该给你写便签。物理系大3，成绩优秀但没有社交经验。如果他真的和你做了朋友，会被另外3个人盯上。我只是帮他减轻负担。减轻负担是删掉他的记忆。你知道沈清慈的实验数据里前147个人的朋友都什么下场吗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都被删掉了，不是被我，是被这个副本。你找朋友会忽略目标，朋友会变成障碍物，障碍物会被清除。你不是在帮我，你是在用你自己的方式做和他们一样的事。不一样，他们想留你，我只想你不受伤。听说今天有人欺负你？没有，一个男生给我递了便签，然后就失忆了。是江望舒干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只会改规则，而我会打人，但不会删人记忆，所以这种事儿的就……你在分析他们的行为模式？废话，每天被4个疯子围着，不搞清楚谁用什么招，怎么保护自己？你不是在分析他们，你是在分析他们怎么伤害我。我不会删人记忆，我就站在楼下，不管谁来，我先挡着。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程小菊消失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感觉，147个人全部。但刚才我发现自己不想看到0714实验终止这几个字。你的实验课学分我帮你换了，找谢凌渊，他那边有法律伦理课可以抵。你主动把我从实验课里移除了？你说的对，实验不需要活人当样本。我的课题可以换方向，里面是前147个人的实验数据，加密的，密码是你名字的拼音全小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昨天发现程小菊消失的时候我没有感觉，147个我都不想记住，但你，我怕你消失。他自己降了。你在写新规则？不是新规则，是删除规则。我正在起草一份提案，废除校规第32条、第47条以及第10条。你加班多久了？从校庆那天到现在72小时，睡了6小时。谢凌渊，你删规则是为了修正制度漏洞，还是为了帮我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多帮人的经验。允许林之夏随时犯规，他需要一个正当的法律，就是那个基础。根据校规，修正案的受益方有1票否决权。为什么是我来签？你完全可以绕过我自己通过。因为你签了才叫规则，我不替你签才叫不犯规。这份文档我不会分享给任何人，包括沈清慈，包括苏燕，包括那个你一直在找的 M。谢凌渊，你到底在查什么？我在查，为什么一个新生能让5个人的行为同时偏离极限，包括我。弹得不错，但你这首他的心跳 BPM， 他现在人在我车上。音乐是学院那个弹琴的干的，他怎么黑掉监控的？他和苏燕共享数据库，苏燕有全校的监控权限。苏燕，那个从来不走出心理中心的校医。你觉得一个能在地下3层建实验室的人，只是一个校医？你研究他，我堵他。那个弹琴的监视他，那个学生会主席用规则绑他。苏燕在干什么？会长，有什么心事吗？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个文件上，真好。林凡留下的不是逃跑密码，是重置密码，但需要苏燕签字和5个人同时放手。程小菊消失前最后一刻的记录，他找到了，但他来不及用，因为在写完这些的第2天，好感度到了100。上次不是故意砸你实验数据，但你要是再半夜站他楼下，你管我站不站？我管。他明天有早8课，你站到凌晨他睡不着。以后每周2、4我站，1、3、5你站。周末那个弹琴的，你认真的？记得周1、3、5你带伞。他宿舍楼下路灯坏了，还没修。
宿主是谁？接的单都是加密邮件，对方自称 M， 付的是 QQ 币，查不到，像从墙里发出来的。从墙里发出来的，这到底是谁？你一直在追踪不存在的人，这个人叫 M， 你数据库里有没有 ？M 不是不存在的人，是曾经存在但被副本删除的人。林凡，1913年，苏燕的搭档。我的琴房以前是他的，他的布品我在地砖下面找到过。说什么？1913年，100多年前？所以 M 也应该有113岁了，但他在1913年就消失了，所以现在给数据贩子发加密邮件的不是他本人，一个100多年还在运行的鬼魂。林凡，你留的第6个角好像真的有人在找了。148号不一样，你看到的话应该会笑吧？你一直想看到有人把我们当人看。113年，我改过每一个人的记忆，我还记不记得你真正的样子？照片上的你，会不会只是我编造？代码找到了，林凡留的，重置权限，需要2个条件：你签字，5人同时解除执念。苏妍，你不想出去，是因为你怕出去后发现自己不认识外面的世界，还是因为你怕林凡的代码不管用？2个都怕，但我更怕你们走了，我还在这里。这张照片上的人不是我，是苏燕这个名字应该有的样子。113年前，我们2个人建这个副本的时候，以为在做一项研究。后来林凡发现我们出不去了，他研究了1年，找到了重置方案，但他没告诉我具体内容，他怕我知道了会阻止他执行。为什么？因为重置方案会把他清除。他是设计者，他把自己当成测试变样的存在。他消失之后，我吃了113年的抗记忆衰退药，不吃的话，我会忘记他，就像其他人忘记程小旭一样。但最近药开始没用了。我昨天写实验日记的时候，想不起林凡戴不戴眼镜，他在我的记忆里也在被逐渐擦除。你们自己家今天没有游戏规则，只是吃饭。你请客？但这片毛肚我请。好，谁跟我抢？抱歉。操，比食堂好吃10000倍！以后每周来。下周我可以选歌吗？店里的背景音乐太吵了。根据餐饮场所噪音管理条例第21条，背景音乐不得超65 dB。我已经向店家提出了整改建议。谢林渊，吃火锅你也查法规？茶多酚含量每克约3.2毫克，温度73摄氏。结论，不错。6芒星，不是5芒星。我们下次要个土豆片吧，还有毛肚，多要几个。你约我们出来，不只是吃火锅吧？我想试试你们5个能不能在同一个空间里不做敌人。你做成了？还不是完全。哪里不够？你们在聊天，但不是跟彼此，是跟林之夏一起吃饭的人。等你们开始跟对方聊天的时候才算。你说的对。我研究依恋模式，却不知道怎么跟人正常相处。首次升至89发原因，5位目标在同一空间内。113年，我在等一个人，不是为了让他接班，是为了让他签了这个，然后走。我签了，副本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这串代码是林凡留的唯一一个我们没测试过的变量。测试了，副本可能崩溃，5人可能失忆。你可能和之前147个人一样，从这个世界消失。再等等，我要先让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。好，但你得答应我，如果有一天你自己想离开，不要告诉他们，直接走，他们不会放手的。苏燕，你是不是在吃药？林凡的药还有剩吗？没有，只剩最后半瓶，大概够3个月。3个月后，我会忘记他。从现在起，我帮你记，万一你忘了，来问我。好。这么晚叫我们来，不是火锅。什么事？又有人进你房间了？你的脚步今天没有慌，是好事。凌晨3点，不符合任何校规。人到齐了，说吧。这个东西是林凡留下来的。林凡是苏燕113年前的搭档，这个副本是2个人一起建的。后来林凡发现系统有漏洞，触发重置把自己清除了，但他留了这个，一把能关掉副本的钥匙。关掉副本，然后呢？然后所有人都自由。关掉之后，我们5个会怎么样？根据你给出的信息，副本重置会清除所有非原始数据。我们5个是副本的产物，不是原始数据。结论，我们会消失。147个人，
没有一个问过我们想不想消失。所以我现在在问，每一个我都记录了完整数据，不是为了研究，是为了记住。副本会清除他们的痕迹，奖牌、照片、日记，别人的记忆，只有我用数据备份的方式替他们对抗清除程序。程小菊的完整档案还在我的文件夹里，我想靠我自己记住。我不会说漂亮话，我只会打人和花钱。但如果要签什么东西，我签，不是因为我想消失，是因为你说你想走。我写了这么多首，从000到148，这首钟是最后一首，写完了就没灵感了，所以关掉也不影响。校规纠正案第0条附加款，如遇不可抗力导致提案方消失，受益人有权代提案方行使一切投票权。谢林渊，我不知道关掉之后我会变成什么，但我知道我已经不是113年前那个苏燕了，那个苏燕消失了。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等了113年的实验员。实验结论：共存方案有效，实验员离职。我不走了。什么？林凡留的是重置，重置意味着副本清空，回到1913年初始状态。你们5个会回到原点，那不是自由，那是回到牢房重新上锁。我要找的不是重置代码，是共存方案。规则说5执念总和低于250，5人执念同时指向彼此，形成闭环，不用穿越者维系。这不是五芒星，当初的设计图是6芒星，如果他也在系统里，6方执念闭环会在他消失那天崩溃。那现在第6角是谁？你以前不是，但你是第一个让5个人的执念同时发生转变的穿越者。你对这5个人的意义，已经和林凡对第6角的意义一样了。那就开始写共存协议6方条款，我来起草。执念值平衡条款，6人中任何一方的执念值不得单方面超过其他方平均值的15%，15%太低，建议20%。人类情感变动区间允许18%。执念值和心率一样，和波动周期峰值22%，以24小时为周期。你们他妈在讨论怎么管住自己不发疯？条款7.3，任何一方不得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提高执念值。谁来监控？林凡留下的代码可以改造，变成平衡监控系统，但改造需要113年积累的实验数据全数导入。共存系统上线，欢迎来到副本2.0。你今天没有问他去哪儿？我知道他在图书馆，不需要问。这首给你的，我名字叫走廊。那天你在走廊罚站，脚步一直在原地转了2个小时。我只记有意思的脚步，你的在圆转圈带膝盖不弯，很特别。那是腿麻了。存了这么多天，删掉3分钟。这3分钟比我预想的轻松。你的长期追踪方案不见了，但你今天下午约了陆时言打球，明天早上约了姜望舒讨论音乐治疗课题，后天谢林渊找你借法律文献，你不记录别人了，你开始约别人了。你的生长速率每天0.3毫米。又来？你不是删了所有限制规则吗？是删了，这份文件不是处分，是道歉。你替我写的？我只是在纠正一个制度错误，对你和对他都适用的规则，没有例外。谢林渊，你这个人很难搞。那小子盖完还跟我比了个耶。你的防守站位确实有问题。我今天写了一首新曲子，不是关于心率的，是关于6个人同时走在走廊上，每个人的脚步声都不一样，但节奏可以同时存在。叫什么6，不是148号了。你是148号，但148号不只是一段心率取向，是第一个让我知道别人的脚步声也可以写进同一首曲子的人。你是什么时候想通的？火锅店第3次，陆师爷给我加了一块虾滑，我蘸醋的时候蘸多了，酸得迷眼睛。那时候我在想，我写第000号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现在知道了，是148号和145、146号。怎么带他们5个一起出去？副本诞生于1913年，当时的技术水平不支持6人同时退出，但现在你们的共存协议构建了历史上第一个6方执念闭环，闭环提供足够的能量，可以同时打开6。出去之后，他们还会记得我吗？副本数据会全部清空，他们的记忆是副本创造的，理论上他们不会记得你，你会记得一切。所以出去之后，我会记得所有人，但所有人不记得我。他的原话，如果记忆是最后的代价，那就不告诉他们。林凡，他到最后还在替别人想。所以我也替你想了一个方案，你如果不愿意一个人记得，我可以清空你的相关记忆，你会忘记这副本里的一切，包括他们5个，包括你自己破过的局，你会变成一个普通的穿越者，以为自己从未来过这儿。113年了，还是这样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要不要告诉他们？
他会签字；不告诉他，他会不记得。哪种更残忍？告诉他更残忍，但不告诉他更像是骗他。告诉他，我签之前让他也签，不是因为程序需要，是因为他有权利在被骗了113年之后，知道自己要走向什么。所以出去之后，我不会记得小龟修正案第0条，不会记得任何规则，也不会记得你为一个人改过规则。第0条分夹款最终删除版，0之下可以随时犯规。此条款将在签署人记忆清空后自动失效，但它在失效之前有效。我说过，我不会说漂亮话，我只会签名。签完名，我就不会记得自己签过名，但我知道，我签肯定是因为他说的对。一个备份给你，一个备份随副本删除。数据是假的，但记住你的那个想法是真的。数据删了，想法不会。113年的数据全在这里。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当了113年实验员，这就是答案。实验解题，第一个囚犯也要出去了。结论：并存方案有效，实验员离职。走吧。操！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什么都没有，感觉居然不坏。没有情了，但草是真的，风也是有方向的，不是循环的。没有规则了，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。不是实验数据，是真的。你们还记得我吗？我的身体记得你的心跳频率，但我的脑子不记得你的名字，这不合理。情感记忆和情节记忆应该同步，除非被外部程序人为分离，别的都烧了，只剩这张字迹是你的。我叫林之夏，你们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我们现在重新认识。前面有家咖啡点，我请客，庆祝我们都活着。苦味，真实的苦味，不是副本程序模拟的温度，真实的氧化反应造成的轻微涩感。我的身体知道这是第一次，但感觉烫，但爽，暖的，从手心一路暖到。咖啡因含量约0.04克。结论不用记录了。我不确定这种社交场合的正确参与程序，但你们都在，而且都在笑。谢林园，喝吧。这灯不会自动跟踪人，也不会记录你走过他脚下的脚步声，也不会在你站在灯下的时候把你第几分钟到写成一条监控日记。我想留着这个，不是为了记录，是为了有人会记得。我帮你收着，下次你想看不需要时间编好，不需要预约。明天还是这家。让开！眼哥教我疼。小谢，你干嘛拆了？这不是规则，是别人替我做了一个不用我参与的决定。哪家？好，可以选靠窗的位置吗？收到。来。操，流星！不对，往上散的。1个月了。从小胖墩上校队后卫都叫他眼哥，他的教程涨到10万分。沙拉、生菜、鸡胸肉、小番茄、油素蒸，他已经做了37份。不是为研究，我不知道你是谁。我心跳比平时快8至12拍，是因为这个心率区间在心理学上就期待。你弹的时候，窗外的鸟会停下来，可能是 BPM 刚好和他们的休息节奏重合。小谢啊，你写的这些表格辅助说明格式太标准了，区里想借调你去做标准化培训。我可以去，但表格底部必须保留一行空白，用途由填表人自行决定。
苏叶每天浇水，不是定时浇的，是想浇的时候浇，有时1天2次，有时2天1次。薄荷没有意见。苏医生，你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？我没有医学院，但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待了很长时间，最近才出来。148不，林之夏。你刚才说148是什么？但每说这个数字，心跳会变化，约每分钟7到9跳，不是紧张，是我不确定是什么。我做了113件实验，第一次遇到自己无法解释数据。你不用解释数据了，你解释自己就好。林凡说，人不是变量，是变量之外的部分。那叫喜欢。这就是喜欢，不是好感度，不是执念，不是数据，是浇水的时候不计算水量，手感比实验数据真实。这次不怪我，风大。你翻得太快了，翻面频率和烤糊概率成正比。咖啡喝过了，接下来汽水，接下来再说。干杯，庆祝我们从副本走到现在。没有人记得为什么，但每个人都在。不需要记得，在就够了。这沙发谁捡的？太小了。我捡的，当时量过尺寸，以为够6个人。谢林渊，你连捡沙发都量尺寸？尺寸是客观数据，但够不够6个人不是，因为够的标准取决于人怎么做。你们都不走，所以沙发够。这什么逻辑？但好像没错。我以前路过一个人的脚步 ，BPM 127，但每次想起这个节奏，手指会在桌子下面自己弹。我以前给一个人做过沙子，做得很暗，只是放在那里，它比难吃更让人记住。我以前发了之后他没有回复，但显示已读。我以前为一个人删过17条规则，会留1条空白。第0条，允许犯规的人，我不放弃，那不是我自己写的。你们说的那个人是我。我不要求你们记得，但你们刚才说的那些，每一件都是真的。莎拉是真的 ，BPM 127是真的，17条规则是真的，我不放弃也是真的。下次火锅腻了就换这个。你对下次的期待值很高。对，期待。给你的最后一首，不会再写了，因为不需要了。多出来的那个不在任何单独一个人身上，在所有人一起走的时候才会出现。这不是一条规则，但可以记下来。你在数秒，我在等绿灯，绿灯亮了，看往哪儿走。不用定方向，谁想往哪走就往哪走，走过去再约。我不约，我直接来。我也是。根据我的日程，如果没有人反对，我默认出席。我不用日志了，但会来。你再说一遍。让开，流传的像演练过。老师，你离学生的距离是回避型依恋的研究对象，还是反移情的案例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的脚步节奏，我记下来了。我们6个从副本里出来，没人记得副本，没人记得规则，没人记得你们曾经是什么。但我们记得现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从数据变成的人。人不需要校规，人也不需要实验日志。那就不写了，不用记了，以后的所有东西都是新的，不是副本制造的，是我们自己造的。新东西从什么开始？明天还是这家咖啡馆，同一张桌子，随便坐。我可以坐窗户旁边吗？想看街上的树，叶子在掉，每次掉的方式都不一样，不是循环的。我没有位置偏好，但根据前几周的观测数据，靠门的位置进风最小。但如果有人想坐那里，我可以换。我不坐，我站一会儿，站完再坐，不按顺序。我以前怕很多东西，怕好感度，怕执念值，怕副本崩溃，怕你们又忘了我。但现在不会忘，因为我写在备忘录里了。我写在了菜谱上，菜谱在就不会忘。这首曲子的 BPM 是你，手指记得你的脚步，弹多了忘不掉。谢谢你教会我犯规，今天才刻的。不知道刻给谁，但现在知道了。林凡被困住了，我们没有帮你保管，直到你不需要我保管为止。让开。小谢哥，这个表格最下面那行空着是干什么用的？没什么，备用的。